解体福特号、布什号到底什么来头？在进行完惊人的326天连续部署后，福特号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于5月16日顺利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326天的超长待机，历经无数灾难，这家伙依旧伫立在海上。福特号再次证明自己无愧为史上最强航母的称号。令人好奇的是，福特号的任务结束了，但中东战局却还没有落幕。美军又准备派谁来接任老福的重任？很快，美国中央司令部那边给出了答案：布什号。目前的中东水域由林肯号与新来的布什号双航母打击群维持警戒，搭配几十艘神盾级驱逐舰与大量 F-35C， 随时对伊朗进行铺天盖地的打击。林肯号大家都不陌生了，只是这布什号又是什么来头？它凭什么能接任史上最强航母的重任？如果你单纯的以为布什号只是一艘普通的尼米兹级航母，那你对美国海军造舰史的认知就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在美国海军的装备序列中，乔治 H.W. 布什号的地位极其特殊，它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第10号舰，也是该级别的最后一艘。也就是说，这小子是尼米兹级时代的终结者，更是福特级诞生之前的前奏。世纪之交，美国海军原本对 CVN-77 的野心极大，他们试图在这艘舰上直接采用全新设计的隐身化舰岛、整合式双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新型核反应堆，试图想让它直接跨代，成为一艘名副其实的准福特级。但五角大楼很快发现，如果在一艘基于上世纪60年代底层架构的船体上强行塞入如此多未经测试的尖端子系统，技术风险将呈指数级飙升，造舰成本会彻底失控。最终，美国海军只好把最激进的黑科技，比如电磁弹射、双波段雷达，留给了下一代的福特级。但即便如此，布什号依然接受了深度的魔改。首先是它的舰岛体积大幅缩小，并进行了隐身化边缘切角处理，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积。然后升级了全新的航空燃油分配系统和甲板作业调度网络，极大地优化了舰载机出击流程。最后则是全面换装了新一代的 C4IS2 网络系统，使其具备了极强的数据链融合能力。这些魔改让布什号的综合生存能力和信息化水平稳稳站在了尼米兹家族的金字塔尖。它虽然没有福特级那么科幻，但它拥有美国海军目前最看重的2个字：可靠。有趣的是，这艘航母在美军内部的官方代号极其充满杀气，复仇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命名者前总统老布什在2战期间曾驾驶过 TBM 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更是因为这艘巨舰从下水那一刻起就承担着美军对地武力投射的绝对核心使命。布什号虽然2009年才服役，但它积累的实战弹道数据却比许多老舰还要丰富。早在2014年，面对在中东肆虐的极端组织，五角大楼下达了空袭指令，布什号成为了美军第一波火力投射的绝对主力。2014年8月8日，从布什号甲板上弹射升空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在伊拉克艾比尔附近投下了2枚5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精准摧毁了敌方的移动火炮阵地。这是美军自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后，首次在该国境内重新动用武力。紧接着的1个月，布什号搭载的第8舰载机联队，配合海面上的神盾驱逐舰，使用战机投弹和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方式，首度对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目标进行了密集的狂轰滥炸。经过了这几年的高强度实战，以及2020年在诺福克海军造船厂长达2年的极度复杂的全面大修后，如今的布什号各项系统参数已经调试到了最完美的波峰状态。派这样一艘满血复活的巨兽去接替疲惫的福特号，是五角大楼在排兵布阵上最稳妥的操作。聊完了布什号的来头，我们再来聊聊美军的大铁锤行动到底卖的什么药。大铁锤行动是美军最新研制的军事方针，旨在每一停火协议如果破裂，2大航母打击群便会对伊朗采取迅速、高强度且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在我看来，这项行动的核心只有4个字：以攻代防。既然防空成本太高，那就不要防了，直接越过防线，把敌人的发射架和兵工厂抹除。这从美军掏出的几大反制手段可以看出。首先是卢卡斯无人机反向消耗，敌方用廉价无人机搞饱和攻击，美军就造出更廉价的攻击无人机打回去。美军已经大量部署了基于逆向工程研制的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这种一次性自杀无人机造价极低，它的任务不是防空，而是直接飞入伊朗境内，突袭其导弹发射阵地和防空雷达，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去反向消耗伊朗高价值的防空导弹系统，强行把成本交换比拉平。
其次是针对已经飞过来的无人机群，美军严令禁止滥用昂贵的爱国者和标准导弹，转而大量使用极低成本的拦截手段。在空中，前沿部署的 F-15E 和 F-22战机被要求优先使用机载20毫米机炮进行扫射，或者使用相对便宜的 AIM-9X 导弹。在地面，美军紧急增派了搭载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发射车，这玩意儿就是给普通的9头蛇70无制导火箭弹加装一个激光导引头，单发成本不到3万美元，用3万打2万，美军肯定是赚翻了。随后是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现代战争打的是数据处理速度，面对满天飞的目标，人类指挥官的反应已经跟不上了。美军全面接入了 JADC2 系统，当卫星或预警机侦测到威胁时， AI 算法会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自动评估威胁等级，并指派距离最近、成本最低的武器进行拦截，避免了多枚昂贵导弹重复攻击同一个廉价目标的浪费。最后则是源头的打击，这是大铁锤行动最狠辣的一环。一旦美军雷达侦测到敌方弹道导弹的发射信号，不再仅仅是计算拦截弹道，而是立即将坐标通过数据链传输给空中待命的 B-2 隐身轰炸机或 F-35C 战机。这些战机会在敌方导弹发射车进行第二波装填之前，直接投下重型钻地弹，从源头上将发射阵地连同地下掩体一起化为灰烬。那布什号与林肯号双航母战斗群对大铁锤行动又有何意义？从战局看，他们早就与部署在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 B-52 轰炸机、进驻以色列和约旦的 F-22 隐身战机共同编织了一张令敌人窒息的立体火网。甚至有美国国防专家指出，如果停火协议彻底破裂，美军将直接利用航母上的载人机运送三角洲部队与海豹突击队等特种部队突入敌后，夺取浓缩铀材料，甚至直接派遣陆战队突袭并实质性占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直接逼迫德黑兰当局彻底屈服。至于是否会到这一步，就看伊朗是不是够自觉了。总的来说，从福特号的超长疲劳测试到布什号的无缝接力，从面对无人机蜂群时的防空破产到迅速确立以攻代防的火力反扑，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巨大的战争底蕴。布什号航母的每一次弹射起飞都是在向世界展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永远超乎你的想象。好了，本期关于布什号的分析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布什号和林肯号能否成功威慑住伊朗，最终让中东战局安然落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